你敢信吗？中国居然连乙烷都要靠美国施舍。这不是芯片，不是高端制程，也不是航空发动机，而是一个被人忽视却遍布我们生活每一个角落的基础原料——乙烷。美国刚刚宣布禁止向中国出口乙烷，一纸禁令冷不丁把中国一个看似冷门的产业推向了风口浪尖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乙烷是塑料、医用麻醉剂、合成橡胶、合成树脂的原料，中国几乎所有相关产业都对它有致命依赖。据公开数据，中国每年需要进口乙烷约550万吨，依赖度超过70%，几乎全部来自美国。而现在，川普政府不干了，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正准备全面叫停乙烷对华出口。这不是小动作，这是一个战略级的恶猴。塑料工厂怎么办？关门吧！我们不是在玩贸易谈判，而是在亲手拔掉中国工业的氧气管。这是彭博社对美国禁运乙烷的总结，尖锐、冷血，但真实的令人战栗。乙烷和丙烷是塑料产业的两大核心原料。随着页岩革命的崛起，美国从2008年开始掌握了世界级乙烷优势，不仅自给自足，还拥有全球唯一成熟的乙烷海运出口能力。2024年，中国进口的乙烷中，高达98%以上都来自美国，几乎没有替代选项。而乙烷又是高度不稳定、高蒸汽压的特殊液体，运输难度远远高于液化天然气或丙烷。只有极少数的企业，如 Enterprise Energy Transfer， 拥有出口乙烷的基础设施。全球范围内，仅美国具备 VLEC 超大型乙烷船队以及稳定的远洋运输系统。简单说，美国就是乙烷的唯一供应国，中国却在这条断头路上压上了全副家当。截至目前，中国已经建成并在运营的乙烷裂解项目超过10套，总投资规模逾1000亿人民币。其中的大头买家包括卫星化学、万华化学、恒力石化、浙石化等一线企业。这些企业的运转全部基于一个前提，可以稳定从美国获得廉价乙烷。以卫星化学为例，它在江苏连云港新建了全球最大的乙烷裂解装置，每年消耗乙烷超过150万吨，原料100%来自美国。禁运一出，卫星化学6月5日盘中股价暴跌3.3%，虽然后期稍有回升，但市场已经用脚投票，这条产业链随时可能被掐断。另一巨头万华化学也未能幸免，当天股价也出现波动。如果禁令正式生效，中国这些投资1000亿的乙烷裂解装置将面临停工、闲置、资产减值的命运。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，员工怎么办？债务怎么办？金融系统怎么办？你可能会问，乙烷这种东西有什么军事价值？美国给出的理由非常明确，担心乙烷会被用于中国军民融合战略。根据美国乙烷出口巨头 Enterprise 提交给监管机构的公开文件，美国政府通知他们向中国出口乙烷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，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或最终军事用户。这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？中美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，哪怕是一滴乙烷，美国都不想卖给中国。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，这个禁令并非象征性动作，而是有系统、有计划、有执行路径的。企业被要求必须单船申请出口许可，3船乙烷货物总计220万桶已被拒发许可。Enterprise Energy Transfer 等美国出口商明确表示，如果这条供应链断裂，他们找不到其他市场消化对中国的出口量。产业咨询机构 RBN Energy 警告称，禁令一旦生效，美国整个乙烷出口体系都将崩塌。这不只是中国产业的困境，也是全球能源流向的大震荡。中国为什么没法国产替代？有人可能天真地问，
中国没有乙烷吗？自己不能造？现实是没有，或者说不够用，成本太高。乙烷并不是直接存在于地下的矿，它是页岩气开发后的副产品，必须依赖高比例的天然气液体资源，同时还需要极其完善的分流系统、天然气处理厂、液化储运装置以及超大型运输船。中国虽有页岩气资源，但开发难度大，页岩分布不集中，水资源紧张，产量低，乙烷含量远低于美国马塞勒斯、二叠纪盆地等富集区，运输成本高，中国没有成熟的乙烷运输网络，远洋出口也几乎为零，投资回报慢，即便现在砸钱搞自主乙烷系统，至少要5-10年才能成型。更讽刺的是，中东虽然有乙烷，但他们只供本国石化使用，从不出口。只有美国既拥有资源，又有出口意愿，当然，现在这个意愿也没了。在乙烷这件事上，中国不是可以找替代国，而是根本没得选。你可能会觉得，乙烷而已，有那么重要吗？我们生活中80%的塑料制品背后都有它的身影。乙烷是乙烯的母亲，而乙烯是工业的粮食，没有乙烷就没有乙烯，没有乙烯，中国的塑料产业、汽车内饰、医疗设备、手机壳、包装袋，甚至麻醉剂都将陷入瘫痪。这不是一句危言耸听。根据中国石化联合会数据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在建和投产的乙烷裂解装置超过10套，总产能突破650万吨每年，几乎全部依赖美国乙烷进口。换句话说，美国乙烷一停，中国化工链一断，而这背后是万亿级的产业风暴。卫星化学2024年从美国进口乙烷280万吨，占其原料总需求的80%。一旦乙烷断供，其浙江平湖的世界级倾听中心将成为空中楼阁。市值1000亿的企业竟然可能因为一个美国许可证而陷入停产裁员破产3连击。万华化学也未能幸免。这家被誉为中国巴斯夫的巨头，每年从美国采购上百万吨乙烷，维持其全球化产能竞争力。如今股价已应声下跌，投资者信心崩塌，内部员工已开始私下担忧，下个月还能不能发工资。这不是单一企业的命运，而是一整条产业链的摇摇欲坠。别忘了，这条产业链上绑着的是中国的制造业未来，是沿海化工重镇数百万的就业岗位。最要命的是，中国根本找不到替代品。中东，乙烷自用为主，产能有限。俄罗斯，基础设施不配套，无法海运。东南亚，几乎不产。唯一能做到规模稳定出口的只有美国，而且美国不仅垄断产量，还垄断运力。全球目前仅有约80艘 VLEC 超大型乙烷运输船，其中60艘为美国企业控制。中国企业想自己买船自己拉，对不起，买船得排队3年，而且没有配套码头，没有液化能力，没有接收终端，等你建好了，中国化工早就垮了。这场乙烷断供风暴比稀土、芯片、光刻机更残酷，它不高端、不稀缺、不复杂，但偏偏致命。它击中的是中国看似强大，实则脆弱的产业链核心，对外依赖，没有备胎，无法内循环。一纸许可证直接扼住了中国化工的咽喉。这背后是美国政府精心设计的战略打击。你以为这只是简单的军民融合担忧？不，美国人早就把经济作为战争工具，精准制裁中国的关键环节。你有稀土，我就卡你乙烷；你搞高端制造，我就断你原料供应。他们打的是不流血的产业战争。你再看看美国的动作就懂了。2022年断供高端 AI 芯片，英伟达专为中国定制的 H800 也被列入黑名单。2023年禁止 ASML 向中国交付
EUV 光刻机。2024年初，制裁中芯国际与寒武纪等半导体企业。现在连乙烷都被列为敏感出口商品，这不是脱钩，这是清算。中国并非没有乙烷资源，新疆、四川的天然气田里也含有一定量乙烷，可是我们没有能力高效提取，没有完善的管网运输系统，没有投资意愿。原因很简单，不如炒房来钱快。而现在，等意识到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时，却发现船已开远，港口已封。美国打这一手，打的不是当下，而是未来5年。乙烷供应的断崖式下降，会导致原材料成本暴涨，进而引发产业链崩塌。先是化工停产，接着制造业减产，最后影响出口和消费。到那个时候，不只是企业活不下去，中产也保不住了。你可能觉得国家会出手解决，但真相是，连卫星化学、万华化学这种龙头都无能为力。政府层面除了表达关切，恐怕也很难在短期内找到解决方案。这一次不是芯片，不是光刻机，不是 AI， 而是乙烷，这种看似不起眼却能撼动中国化工命脉的小分子，成了中美贸易战的最新战场。真正的灾难从来都不轰轰烈烈，而是悄无声息地掐住你的呼吸。